嘿，大家好，我是杰森。最近经常有朋友给我留言问我，这个宠物怎么样，这个车怎么样，或者说是这个车搭配这个宠物怎么样。所以呢，我打算分2期来彻底聊一下这个东西。今天我们先说宠物，因为极速领域现在的宠物还比较少，并且值得购买，所以我们还是以路夫为准。先是竞速宠物，竞速宠物分为实战类、出发类以及稳定出发类。实战类宠物呢，大多就是那种超越、被超越或者撞墙触发特性的那种，典型的就是金银角大王或麒麟。这种宠物呢，其实都不太好用，计时的时候这种宠物可能还比不上粉企鹅。实战呢，首先这类宠物的特性起步都不会生效，不能帮你冲出来，然后如果你冲出来了，这个宠物也就完全没有效果了。如果很不幸你没有冲出来，这个宠物所带来的那点提升也不会有太大的帮助。可以这样说，绝大部分的时候，你要是能够超过去，没这些宠物你也可以超过去。超不过去的时候，无限触发这些宠物的特效也没有用。不过呢，还有一种哮天犬这种全覆盖型的后追特效，这种呢，在自己排位赛经常跑不到前3的情况下，还是可以用的。然后呢，就是出发类宠物，像是幻影战龙、逆天鹰、白龙马这种的，这类宠物都比较看运气。就像是幻影战龙，很多时候关键的地方需要它触发才能延续得到，然而这玩意儿就跟死了一样，一次也不触发，反而在不需要它的时候，随便一个小台阶就触发了。所以这类宠物其实更适合在一些特定的地图去拼触发，去刷极限记录。不过因为逆天鹰和幻影战龙当时都比较容易获得，所以如果不愿意花钱买钻石宠物的话，还是非常好用的。最后呢，就是稳定类的宠物，这种呢就要分为短途类和长途类。短途类呢就是申公豹、小猛龙这种，不过我觉得这类宠物就选申公豹就好，其他的感觉都和这个有点差距。这种宠物只适合短程并且飞跃点少的地图，在一些长途还有飞跃多的地图，效果还是比较一般的。所以不是为了刷一些类似于西部矿山这种地图记录的话，还是不要购买了。另一种稳定长途类的就比较好用了，像是仙灵鹤、天蓬元帅、雷震子这种宠物的适应性都非常好，不像是逆天鹰那种会经常打乱你的跑法。所以如果想要买第一只钻石宠物的话，推荐购买这3人中的一个。这3人宠物竞速来说的话，差距很小很小，只是天蓬元帅和仙灵鹤需要一些跑法的变动，而雷震子就不需要变更跑法，并且道具的表现也还可以。不过天蓬元帅好像又下架了，所以现在多实战想要减少卡器次数的话，就选仙鹤；不怕卡器并且有时候还玩一下道具的话，就选雷震子。然后呢，就是道具宠物。道具宠物这边分为领跑宠和辅助宠。领跑宠现在最强的极地龙龟已经下架了，不过现在勋章的美人鱼也还可以替代。辅助宠物就是之前勋章的狐狸比较好用，当然钻石购买的彩虹独角兽也是非常强的。其他的道具宠物呢，要么现在已经下架，要么就会比较奇怪。总的来说呢，现在道具宠物强势的也只有美人鱼和独角兽可选，一个是领跑的，一个是辅助的。要求不是那么高的话，现阶段美人鱼完全够用。然后对于竞速宠物，就是首选雷震子、仙鹤2选1，然后再想要其他宠物了，再买个申公豹就好，别的宠物真的不是特别必要。点券的话能选的真的不是很多，可以的话还是去选勋章的几个宠物，像是幻影战龙、圣光雪狐什么的还是比较不错的。纯点券宠物的话，除开逆天鹰，其他的几乎都没有什么必要，很有可能还不如金币购买的粉企鹅好用，不如省下几万钻石等接下来的活动或者新的勋章宠物。实在不行的话，先找车队混个宠物也是可以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所有宠物在竞速方面能带来的提升其实都不是很大，最多可能也就2秒左右的差距，是不会因为一个宠物就能够有大幅度提升的，所以还是理智购物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视频也就到这里了，喜欢我的朋友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收藏。我是杰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